好久不见。这是沈薇薇的妹妹沈依依，那人叫齐永俊，是齐仲坤的私生子。有些事要弄清来龙去脉，从他开始再合适不过了。不必介绍，都是老熟人了。你们今天过来，不仅仅是为了叙旧吧？找你叙旧，你也不撒欢要照自己什么德行？2件事情，沈薇薇答应楚天把这栋别墅送给我，我收拾收拾就会搬进来住。第2件事情就是来算算你和我的旧账。齐仲坤那时候还没认你，你母亲又是个病秧子，你那时候穷的连个像样的裤子都没有。从高中到大学，你所有的开销，从学费到你的衣食住行，都是我在养着你。算账是要准备还钱吗？这张卡里有20万，绰绰有余了吧？剩下就当买你的狗命。我扪心自问，我没有亏欠你。没有亏欠，你答应过我供我读完大学，结果呢？大2的时候你就失踪，在哪都找不到，最后我交不起学费而辍学，这叫没有亏欠吗？我找过你哥，你哥那傻子说我成绩不行，让我去他那儿上班。你们2兄弟都是伪君子。杰少，楚天啊已经死了，他现在就是一条没人庇护的丧家之犬。你跟他说那么多干什么啊？沈依依，你以前对我成天放电发骚，对这个齐永俊爱答不理，现在你跟他如胶似漆，你这角色的转变还挺自然啊。我喜欢的一直都是齐少，你要不是仗着你哥有钱，用沈家依附你们楚家威胁我，我看你一眼我都觉得恶心。齐少，这死垃圾还想拆散我们，你可不能忘啊！清楚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我对你怎么样，你最清楚。只不过你现在被齐仲坤认亲了，只是想找个理由摆掉那一段灰暗不堪的过去罢了。这瘸子腿好了，第1件事就是把这个拐杖给折断。是又怎样？杰少现在是太和会的少爷，你活着，楚家存在着，就永远都会有人知道他以前做过你的。楚雨，这就是你的命，你回来就是为了解开我的心结。来人，拿下！谁敢造次？气功御剑，宗师高手。没想到我花那么多钱养的狗，到头来却咬我。姓楚的，你别以为你请宗师高手我就怕你，还装什么大？来人！永俊呐，你这孩子到底是怎么了？小雨以前拿你可当做最好的朋友啊，你这认了亲爹，五权有势了，你就算不记得好，也不能这样翻脸呢。闭嘴，你这个老不死的，你这个死垃圾！现在你妈在我手上，你要再让那个女人动手试试。齐永俊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想死？清者总督，清者总督，帮帮我们吧！永俊呢？依依，小雨边上站着的可是惊蛰总督啊！你们快松手吧，不要乱来了，会坐牢的。惊蛰总督，老东西，你敢编些瞎话来吓唬我？就你这猪脑子，还想吓唬我？惊蛰总督正在参加琅琊王的接风宴呢，怎么会跑来这凑热闹？你这老不死的，鬼嚎鬼叫，我让你清醒清醒！哎呦！你这贱女人，你敢推我！美女，看你这个样子，既漂亮又厉害，怎么跟了一个姓楚的这样的废物？不如这样，来我的太和会，我保你有个供奉的位置。死字当头，再敢乱看，我不介意死前挖了你的眼睛。不是这抬举的，你很高傲是吧？区区宗师敢跟太和会搅拌？怎么拿你这小破戒吓唬我？来呀，杀了我呀！杀了我！你要是敢上齐少一分一毫，就算你真是什么惊蛰大人，这明州也不会有你这容身之地。太和会会追杀你到天涯海角。能让明州总督在明州待不下去，哼！我倒要看看这个明州地下皇到底有多么威风。小雨，那齐同坤咱们可不敢惹呀。妈，您放心，没有人敢在这个宅子里动土。惊蛰，我妈上楼，剩下的我来处理。怎么想见我爸？我看你是想更刺激的死。我爸折磨人的手段可比我专业的多。来人，上！
给你爸打电话！姓楚的，你他妈不要命了啊！你敢打我？你等着，你等着！爸，这有个宗师高手，他要杀我，来救救我！好，我把免提打开。阁下，我是齐仲坤。你还没有资格在电话里跟我说话，给你10分钟，马上过来见我，要不然就给你的私生子收尸吧！啊！我要杀他！我要杀他！好，好，看来我太和会是很长时间没有祭旗了。人呢？爸，就是这小子把我的兄弟都打伤了，还把我打成这样。你们有个女宗师，嚣张到无边，她根本不把你和太和会放在眼里。你是楚家2公子楚羽啊？明州地下皇竟认识我这区区纨绔，稀罕。爸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这个混账！您妈临死的时候说过，你高中到大2所有开支包括学费都是楚家2公子给付的。你现在倒好，搞得跟恩人剑拔弩张，你以为跟我齐仲坤长脸呢？到底是一方枭雄的人物，齐先生倒是拎得清楚道理。我齐某也不会仗势欺人，不过今天不管是什么原因，你是毫发无损，却把我儿子打成这个鸟样，还伤了我太和会的兄弟。今天我要你先跪下给我儿子道歉。我喜欢把事情弄得明明白白，但在此之前，我要问他几个问题。如若是我真的过度误会，道歉也不是不行。好，希望楚先生说到做到。问吧。齐永俊，沈薇薇发动景云集团权变这件事，跟你有没有关系？有关系有这个。我爸在这儿，后面这2位是太和会双花红棍，都是宗师高手。你这猪脑子！我跟齐少都要结婚了，我姐呢把这别墅送给了他，你说有没有关系？告诉你，楚天不是顶不住舆论畏罪自杀，而是我亲手将他推下去的。怎么，你想替你死鬼哥哥报仇不成吗？原来如此。楚先生，今日之事确实是这逆子的错。爸，楚天已经死了，这小子不过就是有个女的给他撑腰罢了，不知道还以为太和会怕他呢。对啊，齐先生，锦云集团还有股份在他们手上，我姐说了，他和他老太婆必须死。住口！要不是你这贱人蛊惑，他也做不出这种恩将仇报的事情。楚先生，这逆子我带回去定会好生教育。至于英雄的死，太和会也会给予让您满意的赔偿。带回家教育就不必了。好强的气势，好烈的杀意，这真是只有20岁的年轻人吗？教育你时，至少是大宗师。楚先生，看在齐武的面上，可否饶饶你伪君灭我？可惜并不姓饶，起码罢他一层皮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太和会最尊贵的过账兵啊！你想干什么？杀兄之耻，何须带来？再来！爸，救我！他不行了你一言不合就废我儿子，就算你是大宗师，也未免太不把我齐某当人看了吧？就是把你当个人，看你还有用处，今天才没有直接杀他。公子，你太和会今日遭受的是满门灭顶之灾。太和会所有高手此上，大宗师也未必能全身而退。太和会所有宗师和公公先生在哪里？太和会高手，任凭齐先生差遣。这就是我太和会的底气。10几位宗师，其中不乏登上龙虎榜的顶级高手，杀你一位大宗师，够还是不够？你这个废物，失踪了好几年，现在成了大宗师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竟然当着齐先生的面重伤齐少。你今天要是杀出条血路，我就跟你姓。明州这么个小地方，能笼络这么多的高手，看来要论实力，安家还在你太和会之后。你太和会才是这明州最强的本土势力。少废话！今天的事儿，楚先生若是不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，那就准备赴死吧！你太和会的这点家底，若想全部搭上，尽管继续作死吧。阁下，莫非就是他们所说的另一位宗师？注意一下你的用词，是大宗师。又一位大宗师，而且是2位年轻的过分的大宗师。
两位到底什么来历？来我明州砸场子的吧？听者，可以跟他们说说咱们的来历。是，在我们面前，你也配把明州称作你的场子吗？总督令，我想莫非就是新上任的明州总督敬哲将军？沈医生，你真是敬哲总督？即便是总督，也不能如此欺人。如果你想用强权、用武力欺压，我齐某不服。不错，我们太和会虽然不算名流正派，但也从未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。你虽是明州一系之主，但是想要灭我们满门，恐怕也师出无名，是吗？如果我告诉你，齐永俊犯下的是足以诛九族的大罪呢？笑话，这永俊只是随口一说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楚天先生是他杀的？分明是楚羽不由分说当众伤人，造成我儿有罪了。就算再退一步讲，就算楚天是我儿杀的，你想说诛灭九族，听着大人，你是欺负我齐某不懂法吧？齐正坤，本来觉得你也算个大人，脑子呢？景哲将军，有话不妨直说，不要玩这种工具人生的小孩把戏。好，提醒你一下，你想想，明州最近最大的新闻是什么？再琢磨琢磨，能让本将军做随从的楚先生的身份，又该是什么？明州最近的大新闻，当然是琅琊王返乡了，能让你。是景哲将军，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啊！金哲，你该不会想说楚羽这个废物是琅琊王吧？这是我今年听过最好笑的笑话。那么，再看看这块令牌，神策上将，叩见神策上将，叩见琅琊王。小人有眼无珠，还请王上开恩。神策上将招降南赵国，一人灭北国，正式之功，受封义县琅琊王。你真是王爷？谋害上将，见义县王亲眷，等同谋逆，诛灭师族也不过分。小人对着逆子所做的事情，真毫不知情啊！他整天跟那个沈家女人出双入对，沈薇薇勾结情夫谋害楚天先生，这已经是明州上流社会尽人皆知的秘密。你说你毫不知情，撇得干净吗？王爷，您就饶了我吧！看在我是你小迷妹，真心喜欢过你的份上，你就把我早说过的话当屁给放了。你说过是为了巩固你姐姐在楚家的位置，才不得已而为之。每次看嘛，都觉得恶心。我都是说给齐永俊听的。像你以前那个时候，你人又帅，学习又好，也是学校里校草。我是真心喜欢你，所以我才针对你。是因为你从来都不正眼看我一眼，你的眼里从来只有爱慕鱼。除非拿自己跟他比。你如果说这些没有味儿的话，那就去死吧！那你想听什么？我说给你听。皇上自然是对你姐沈薇薇如何谋害楚天先生的前后始末感兴趣。不行，那是我亲姐姐，挚爱亲人。所以这整件事情都是兖州宋家找的沈薇薇和陈泽他们二人一拍即合，但是他们还需要找一个强大的盟友。韩家肯定不行，因为韩慕鱼话语权太大。齐永俊刚好舔我姐沈薇薇，他就让我去勾引他。你这小贱人，竟然拉我儿子当枪使啊！这根本就不怪我，沈家能说上话的只有沈薇薇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。王爷，我把我知道的都说了，你就留我一条。我去沈家给您当卧底，至身之后，您只要扶持我掌控沈家，沈家就是您最听话的一条狗。用沈家的叛徒去扎沈家一刀，这听起来倒是个不错的法子。你答应我了？我要的是沈家鸡犬不宁，这事不成立。本王若想灭了区区沈家，根本就用不着费尽心机耍这些小把戏。你要反悔，我必须都把秘密都告诉你了。这些事荆轲早就查到了，我只是想听听，在你这里有没有更新鲜的消息。这很显然，你在沈家并不是核心人，相比之下，太和会耳目众多，调查情报更胜一筹。皇上给了你戴罪立功的机会，齐仲坤还不谢恩？多谢王爷。可归根结底，此事都是兖州宋家和陈泽、沈薇薇那对狗男女坑害的逆子。逆子固然该死，但他们更难辞其咎。即使您不吩咐，我跟着三家也不共戴天。太和会与沈家、陈家、兖州宋家不共戴天。这柿子你们倒是会挑软的理。下雨月初之前，我要你们查到宋家在密谋什么，这个对你们太和会来说不是难事。不用下个月，最多7天，定会给皇上一个满意的回复。皇上的身份
暂时不要让京军之外的人知道，明白吗？明白，太后和上下绝对守口如瓶。不过，这个女人怎么办？王爷，别放心，我不会烂手的，保证在他肚子里。你有想法？小人觉得呀，如果能用它来把沈微微给逼急了，即便不联系宋家，也会露出别的破绽，找得更容易查探消息。反正7日之后，我要你查出所有内幕。多谢皇上，抓起来！我错。这一次，我们沈家和陈家算是丢尽了颜面，丢了锦云集团，如果不把那楚家老儿废掉，今后是还不解套。爸，你沉住气，这锦云集团呢，迟早是我们的。我有消息，总督府不打算把锦云集团纳入国营，过几天呢会拿出来招标。这竞标嘛，对我们来说不是小事一桩吗？至于楚雨那个小畜生，虚死！我答应把楚天的别墅送给齐永俊，依依已经带他去接手。楚雨和齐永俊，以他们俩的性格和恩怨放在一起，不擦出火花都。这一一拿下太和会的少爷，简直是点睛之笔。以后有齐永俊充当我们的打手，这接下来的事就好办多。这小畜生，他哥哥怎么死的，我就要他怎么死，和我作对，呸呸！什么东西？保安，解开！二小姐，依依，你没事吧？依依，你别吓爸爸呀！只是疯了而已，又没死，何必那么伤心？楚雨，你怎么进来？你们害死我哥，如今就当是收点利息。好你个小畜生，还敢找上门来！沈家高手何在？既然都亲自送上门来了，那就别走了，动手！呀，他真有！别急呀，真正的绝望才刚刚开始。这美瑞，没事吧你？刚才为什么不动手？大小姐，这雷实力太强大了，至少是个宗师。刚才他用中式这边压住我们，我们没法呼吸，根本动不了啊！他如果想杀我们的话，10秒之内随便把我们秒掉了。美瑞，去找你大伯，让这人的联系方式，悬赏10亿，再请2个宗师来。父亲，你刚失去锦云集团10个亿，眼里只有钱。好，我去找你大伯。你放心，天亮之前，我一定带着楚雨那个小杂种的人头来给你报仇。你扶小姐进去。喂，宋少，明天是安老太君的寿宴，你的安慕云呢，要带着她消失6年的前男友见家人。您想要这顶绿帽子吗？你那点心眼子，少拿来跟本少玩借刀杀人。不过你放心，明天寿宴我会到场，连姓楚的活不了。安慕雨只能是我宋少秋的女人。本来还想提醒你装作正式一点，现在看来，至少在形象上别人挑不出什么毛病。你对我还真是一点信心都没有啊！我对你未来充满信心，不妨有的人目光短浅。不说了，我们先进去吧。好，啊，走。姐，今天是奶奶70大寿，你把这个丧门星带过来，是诚心想让她连过生日都过不痛的。我记得老太君以前很喜欢我，你那个时候跟齐永俊整天跟着我屁股后转，短短6年，学会拿鼻孔看人。别给我翻旧账，那个时候锦云集团还如日中天，现在你算个什么东西呀？哟，这一身人模狗样的西装，还是我姐给你买的。他不过是个吃软饭的废物吧？他除了一副好看的皮囊之外，还有些什么？自然是要打扮的体面一点。可即便一身高奢定制，也盖不住几米开外我就能闻到的气息。人嘛，不能活在过去。这楚天都嘎了，没有人能护得了你。你总不能指望他在天之灵还能保佑你。这当柱手，不能老盯着死人嘛。诋毁我，只当你放个屁，侮辱你哥。
你得扛打。安朝宇，快给你姐夫道歉。姐夫，我没有这样垃圾的姐夫。丧门仙想动手是吧？来，你要敢动我一下，老子今天放你的屁！够了！说了不带他来，你就不能听点话吗？宾客广致啊，门口吵闹，你成何体统啊？你也是当过几天体面之人，不要把脸皮削得那么厚，还是自己走吧，免得呀，老婆子我叫人轰走你，打掉你那些体面。老太君，您过去对我可不是这个态度。你也20几岁，出走了6年，经历了家破人亡，怎么就一点长进都没有啊？啊，暮云，奶奶答应过你，看到人再说。可是现在人我看见了，太让我失望了，说话还是那么天真。奶奶，您行了，不要说了。今天呢，在我的寿宴上就把你和宋家那小子的婚事定了。姐，听见了吧？我和奶奶一样，只认宋少当我姐夫。这个丧门星得罪了沈家和陈家，迟早死在外边。他得罪的可不止沈家和陈家。安慕云，虽然我跟你有些过节，但是我也得好心提醒你，这个废物这次闯下弥天大祸。夫人，我这1天没找你，究竟发生什么了？我倒没觉得我闯了什么大祸。你这是死到临头还不自知！诸位，他打伤了我妹妹沈依依，依依到现在还昏迷不醒。什么？连沈家人都敢动？你这么多年在外头都混了些什么啊？还学会了打人？暮云，你撒开他！你还想让他连累我们安家不成？从沈薇薇这个女人嘴里说出来的话，我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信。而且楚天就是被他和陈泽陷害死的，这一点金泽总督已经查明，事实确凿。真是一派胡言啊！若有此事，那他身上之罪证，他为什么不受监起诉啊？那是因为楚姐，你不会是想说是楚雨不计较放了他们一马吧？他。楚雨，为什么督军府没有把他们抓起来？收监受审对于他们来说反倒是包庇所。我要的是他和整个沈家跪在你各坟前。牛皮吹着震天响，接风宴的事情谁不知道？琅琊王夫妇看到了你们家的事情，觉得你可怜，帮了你们一次，不过也就那次帮帮你得了。你不会以为像那样的大人物会因为你这个蝼蚁好人做到底吧？是这么想的，不然真相还能是什么？你不过是个运气好点的废物吧？以为一朝抱上了琅琊王的大腿，就能一直狐假虎威，虎虎过长？你也不用你的狗脑子想想，王爷若是真想帮你到底，我们沈家早就万劫不复了。可是这里只是失去一个锦云集团。哦，你说的这个事儿，那沈依依就不算代价。少在这给我挖挖眼睛！确实没有证据证明依依是你害的，但是你可别忘了，齐永俊和依依一起去找的你，他也残了。你猜，汉国集团的齐仲坤会不会跟你讲证据？齐永俊，你被这小子给废了！这可是弥天的大祸呀！齐先生，那可是连琅琊王都不放在眼里。接风宴，你就不觉得他做的事儿是上不了台面儿？哼，总督府没有邀请他。真是一派胡言！来人，赶他走，快点赶他走！不能因为这小子让太和会迁怒我们安家。那2个人不是楚雨伤的。哎，姐，这不是他做的重要吗？重要的是他跟这事有关系。齐仲坤齐爷什么人你不知道吗？他是那种讲道理的人吗？谁在造谣我齐某人不讲理啊？偌大明州都知道我齐仲坤最是讲理不过，你这娃娃坏我名声，妈的，混你了！齐先生，我孙子说话失言，你看在老身的份上，莫怪。齐叔叔，毛嘴见。楚先生，你怎么看？这都是我媳妇儿的娘家人，你说呢？哦，安小姐，对不住，我这刚来，还没瞧见人有关系呢。您太客气了。齐先生，你为什么要对这个姓楚的这么客气？他很有可能是伤害你儿子的罪魁祸首。放屁！楚先生一表人才，能做出那种没素质的事情？
这和他一表人才有什么关系啊？不是，齐先生，你要被这个废物人模狗样的样子给骗了。住口！你这女人构陷楚天先生，已经奸计败露，又来诬陷楚羽先生，是冲着让楚家绝户啊，心肠何其歹毒！我倒是怀疑你为了栽赃陷害，废了我儿子，就为了让事情看起来更可信，亲手弄傻了自己的亲妹妹。别解释，我相信你做得出来。先生，你可不能随意出这样的貌似给我呀！你污蔑我大哥的时候，可没见你这么委屈。废物！你再敢煽风点火我！你怎么样？跟楚先生讲话，你最好客气一点。好了好了，各位，今儿个呀是老身我的寿宴，大家呀就和气生财，好不好？和气啊！对，这外面风也挺冷的，咱们先进里面坐吧。就是的。哎，楚先生，安小姐，我进去吗？哎，刚被下了逐客令。好啊，安家了不起，那我齐某也没资格进去。齐先生，您是我们安家呀请来的顾客，您当然有资格进。对啊，齐先生，快请进。别请我，请楚先生。他要是不进去，齐某扭头就走。这今天兖州的宋大少爷来，让这个废物进去了，安家可难办呢。哦，要是没记错，这丽景酒店是我开的吧？是您的产业。办不下去，取消安家寿宴包场。难办就他妈别办了。去，把里面宾客都给我撵出来。齐先生，使不得呀！您这是为何呢？七哥，寿宴临时转场，安家面子往哪搁呀？暮雨，看在齐先生的份上，允许呀你带着楚羽进去。楚羽，你呀也就好自为之啊。今天2人寿喜，您先吃晚饭。好，这是冲着暮云的份上，吃完再说。那就听楚先生的，您先请。这小废物到底走了什么狗屎运，竟然能攀上齐仲坤？我代李家送上云鹤展翅右冠1对，祝老太君松鹤延年。知道老太君爱品茗，我代张家送上老冰岛茶饼1副。哦，谢谢。先生，这儿只有3斤，试一下。奶奶，孙儿去翻云寺啊，给您求了一串念珠，它呀有高僧开光，功德加持，长时间持在手中呢，可以安神入睡。孙儿不会说什么漂亮话，只希望奶奶啊可以睡个好觉。哎呦，好，孙儿啊，你有心了。哎呦，楚羽，大家都有礼物，你的礼物呢，总不能空手来的吧？礼物我当然带了，在车里。姐，你们俩还没结婚呢，他的礼物总不能你给他出吧？况且他不会真的这么厚脸皮吧？诸位，我送老太君冰丝云锦7丈，不贵，1丈10万，勉强表达些心意。我送的这串念珠也不贵，就是捐了几十万的香火，并且在庙里吃了3天的素斋。有些人啊，只会把自己打扮得像个人一样，礼数是一点都不懂。穷归穷，哪怕去路边买个果篮，不也比两手空空要强吗？我说小废物，你不是刚抱上了齐先生的大腿吗？人家齐先生送的可是云海玉月，大师级别的老坑玉雕，200万往上走。你说你要不要舔个脸去求求他，让他帮你也送一份呢？你要是实在没钱啊，这样，你呢给本少爷擦擦鞋，这样赏你100块钱。你呀，拿其中的50块钱买一只活鸡，让他们缠上一圈红绳，这礼物不就有了吗？剩下的50嘛，嘿嘿，够你吃2天饭了。我说我准备了礼物，我说你们2个像是听不懂人话呀。哪儿呢？1等国宾里，我的车自然是装不下。等会儿有专人送过来。各位，在场的各位有医生吗？给这小子看看，是不是脑子烧坏了？我说废物，你知道1等国宾礼是什么概念吗？你知道1等国宾礼的礼单有些什么东西吗？我大伯当年是明州总督，我爷爷80大寿的时候也只争取了4等国宾礼。你现
在一张口就是1等国宾，不是被大家笑死吗？啊！吴云呐，你还让这小子在这里胡闹到什么时候啊？你奶奶碍于齐先生放他进来，已经很不开心了。好好的一个寿宴，你非要留他在这里扫兴吗？奶奶，楚雨他是我的男人，他说有礼物送到，一定就会有礼物的。够了！我要的是礼物吗？啊？难道我们安家缺的是礼物吗？缺的礼物就吃不上饭了，还是如何呀？老人家要的是一个态度，他要是真没钱，可以说忘了，也可以说补不上，甚至可以直说，偏偏不该扯这种荒唐的不像话的谎，真是不知礼，不懂分寸。楚雨啊，你要是还念在你去世的哥哥的面子上，你就自行的走吧。您就这么不希望见到如今的我？今非昔比，多说无益。好，那我走。只是今后您别后悔。时间已到，人人必让。琅琊王王令赐安家老太君70大寿1品国宾礼，请所有安氏人员一礼。第一份礼是活宴桌单，都是上等冰丝云锦做的，匠心独作，100万一张。宴会后记得带走，这可是值得传家的荣耀。用这桌布，谁还敢在桌子上吃饭？100万一张的冰丝云锦桌布，刚才沈家冷宫好像也就送了几张上位之秀的针织云品嘛，那尾巴跳到天上去了。1品国宾礼，安家这死老太婆凭什么？第2份礼是佛教佳酿20年份麒麟血，共12坛。麒麟血，这酒据说是琅琊王的最爱，极其的烈。普通人啊，光是闻味道就能上头，但是琅琊王据说能饮80杯，80杯，我听说是800杯。去年荆州拍卖会，一坛10年的麒麟血就拍出270万，这12坛20年的，岂不是将近1个亿？这哪是能用钱来衡量的？不知道我安家大不大方？要是能拿出1坛来，给我们大伙每人分上1点，这摊晚宴啊，就算来值了。第3份礼是琅琊王请当今圣上为安家御笔题字“松风之家”，匾额1块。哎呀，这，我们安家何德何能啊？得到如此的荣耀，哎，这圣上啊，请御笔，真是光宗耀祖，光宗耀祖啊！安家这是要起飞呀！安老太君，除了这3样，礼品中还有许多麒麟异宝，以及皇家特供的水谷貔貅，我就不一一唱了。这是琅琊王令，也是礼品清单，所有东西都写在里面。刘王韩总兵啊，宣旨送礼，哎呦，好孙婿呀，好孙婿，都是奶奶呀，错怪你了，你可不要往心里去啊。我就说，楚家2兄弟肯定能成大事。楚雨，你可算是为我们安家长脸了。恭喜安家得到1品国宾礼，这每件可都足以当成传家宝的宝物啊！我看啊，应该是恭喜安家获得了乘龙快婿。这1品国宾礼啊，可都是楚雨先生争取来的。我虽然不是爱慕虚荣的女人，可是我今天大大的满足我的虚荣心。只是啊，你们跟那个王爷交情究竟有多深？他竟然为了你请出了1品国宾礼。我说安慕云，还有你们诸位，该不会真的以为此等齐天大礼会是这样一个破败门楣的废物送的吧？沈薇薇，谁不知道你跟我家女婿有仇？今天可是我们安家的寿宴，你要是再敢针对我的好女婿，我就叫人把你轰出去。妈，其实我也不相信。楚雨说了1品国宾礼，人家就把礼送到门口来了，事实摆在面前。安昭宇，你还有哪儿不清楚的啊？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。不瞒大家了，其实今天的1等国宾礼是宋家宋少秋大少爷送的，我也早就知道了。之所以不说出来呢，是想看看这个小废物到底能怎么演戏，落得大家的一片笑语吧。对嘛？哎，奶奶妈，你们仔细想想，
这个楚雨要是真有本事，他为什么消失了6年，连他亲哥哥被害死了都不露面呀？有道理。你要是说这个是少秋少爷送的，哎，还是有道理说得过去。好你个臭不要脸的，吃我女儿的软饭，还占我未来女婿这么大的功劳，可真是厚颜无耻！变脸速度过于神速。你少在这里嚼舌！来人，这个楚家的小子啊，鬼话连篇，屡次戏弄我安家。安家的武者在哪？用乱棍把他轰出去！住手！退下！楚先生是齐爷的朋友，谁敢以下犯上？今天是我的寿宴，我最大。上！我有言在先，你们却对我拳脚相向。宋少秋他人都没到，你们却坚信这一品国宾礼是出于他的手笔，不双标啊！放肆！你竟敢还手！你是不是想连我这个老太婆都要一起打一顿呢？奶奶，你明文不灵，为长者不尊，早晚自食其果。松风之家，俺老太爷在世时，可能配得起这赞誉。如今，呸！反了，反了！我的匾，我的匾！损毁御赐之物等同谋逆。韩总兵，你身为总督府武官，竟然还不出手！韩生春接风宴上，你就阳奉阴违，对这小畜生多加包庇。今天是又要倒行逆施吗？他藐视圣上啊，是死罪！韩总兵，你要包庇他，难道你就不考虑后果吗？本官不会有什么后果，只是安老之罪，恐怕最后连肠子都会喝尽。给你脸证你是韩总兵，你以为你不出手，我们就拿不下这个狗杂碎吗？诸位宾朋，若有随行的武道高手，请助我们一臂之力，事后安家必有重谢。在下常年习武，虽不达宗师之境，也算小有所成。事后重谢就不必了，讨杯御酒，提点血喝就行。张某愿为安家解忧，也想讨杯御酒尝尝。我这位供奉也算功力不俗，想向安家讨杯御酒。楚雨，看到了吧？如今你虽然练了一些拳脚功力，但仍然比不过我们豪门望族的振臂一挥，多的是人想把你打成落水狗。全体总督府府军发动，我看谁敢妄动！安家寿宴是要变成白事会吗？这群蠢货还不知道，楚雨可是宗师，加上韩生春，今天安家的这场寿宴必被搅得人仰马翻。谁都休想盖过我沈家的风头，一品国宾礼，他们也配？韩总兵，难道你真的为了这么一个落魄会要自毁前程吗？谁敢对安家动手，就是跟我兖州宋家过不去。秋少啊，你可来了！楚雨，韩生春，现在宋少本人都已经到场，我看你们还能嚣张到什么时候？兖州宋家是武道世家，宋少秋也是宗师级的武道高手，他背后的那个芒克是他的死士，功底深不可测。宋少，他们两个私下勾结在一块儿，冒认你为安家准备的一品国宾礼，此事绝不轻饶。一品国宾礼，宋少，你不知道？当然知道了啊，毕竟我求来的嘛，是吧？花费了些精力，但是老太君70大寿，一切都值得。就没想到比我还早到嘛，是吧？但是宋少，你看礼品当中最重要的圣上亲笔御赐的牌匾，被楚雨这个混账给弄坏了。梦雨儿，你可是我的未婚妻啊，带着野男人来这种场合，把我以为无奈。宋少秋，我劝你自重，谁是你未婚妻？我为你们安家求来了一品国宾礼，就对我这种态度，看来是得让你有所失也有所悟。所以先请你死一死好了。敢用剑指我的，目前还没有能活着的。是谁给你勇气？等本少砍了你脑袋，你就知道哪来的勇气了。哟，兖州宋少，我只是去拉了泡屎，怎么就把你这只苍蝇给招来了？齐中天，
我看你太和会是安稳太久了吧，敢跟我作对？我还想问问你宋家是不是膨胀过头了？不在兖州老实待着，跑到明州作威作福，还有你们任由外地佬欺负咱自己人，屁都不敢放，都是软脚虾吗？而且他可不是什么自己人，你看他把身上御赐的经典给弄坏了，意图谋反，你是死罪。陛下亲笔写的牌匾，砸了？他们不要，不砸，留着做什么？放屁！我们什么时候说不要了？如我离席，我的礼物等于被拒绝。难道你们还想只收礼不留人？哎呀，我倒是被你这死鸭子嘴硬的，都快逗乐了。这宋少现在本人就在这里，你还硬要说这1等国宾礼是你送的。齐烨，你看看他这个小废物，做事就是这么没有脑子，也不知道当初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，得的你居然那么欣赏。这礼到底是不是我送的，很好验证。慕云，我们走。既然安家不收礼，弟兄们，收刀，鱼都带。站住！怎么恼羞成怒，还不让人走了？你们走可以，但国宾礼和慕云留下来。还有楚雨，他也不能走。对，此人若是留这儿，夜长梦多，而且这安慕云肯定也不会安心联姻。绑剑，杀了他！大胆，保护楚先生！慕云，不用替我挡着。没有慕云替你挡着，你早已经死了呀！小废物，别以为自己是宗师实力就能和芒剑先生掰手腕。太和会那也是宗师实力，下场你没看见吗？芒剑，告诉他们你在龙榜排第几？前不久，5大宗师以卵击石，挑战琅琊王，被屠榜。在下侥幸因此进入龙榜，排行36位。啊，龙榜大宗师，那可是顶天的大高手啊！咱们明州最厉害的高手，据说是叫常静元，也才只是虎榜宗师。那这位，他是能称霸明州了。慕云，听到了吧？这姓楚的，今天是生是死，全在我一念之间。整个明州没人能救他。姓楚的，过来，会好了，求好我。本少考虑帮你。贪生怕死的东西！刚才不是嘴还挺硬的吗？现在死到临头了，身体还是蛮诚实的嘛。楚雨，你比你哥哥楚天可真是差远了。他当时半个身子都被挂在阳台外面，可是半句软话都没有说。识时务者为俊杰呀，梦雨，我倒觉得你那前男友还不错。注意啊，过来，给我好好跪好喽。兴许我考虑收你做我的一条狗，这样你就不用死了呀。楚雨，不许去！求他，区区龙榜36，也想在明州横着走？就是，明州还有高手，金泽大人就是龙榜第9，而且在他之上还有举世无双的琅琊王安慕云。安慕云，说真的，这么多年来，人人都说你经验绝伦，是明州名副其实的第1女总裁。今天看来，不过是沽名钓誉，甚至脑子还有点不够用。姐，大家都知道，那天接风宴，金泽大人和琅琊王看在他可怜的份上才帮助。他要是真有这个实力，为什么今天送1品国礼的时候，金泽大人不亲自过来？指望金泽大人和琅琊王来救场是不可能的。如果说你实在不忍心看他自生自灭，那还不如赶紧跟少秋多说些好话。聒噪不停。是啊，这群货就跟母鸡婆一样，叨半天，确实烦人啊。齐仲坤，没轮到你插嘴啊，非常火进来。信不信本少今日就能让明州换个新的地下皇？只要金泽大人和琅琊王不在，整个明州就没有人是芒剑大人的对手。你们这些臭鱼烂虾的下等宗师，即便联起手来，也不是别人的一合之敌。喂，姓楚的，到底贵不贵啊？本少我没那么多耐心啊，最后再给你3个数，不贵，死。3、2、1，
好，看来你已经有取死之道了。王建，杀！我说过，用剑指我会死。敢用手触碰我的剑，简直是无知。蠢货，本来还想留着你的命去威胁安慕云呢，没想到你这么急着找死。盲剑剑上不是幽影剑气，钻心石。即使你现在死不了，也活不过7日了。照你的意思，那楚先生现在已经身负重伤了。楚雨，快松手！来不及了，剑气已经进入了体内，除非有那天下无敌的琅琊王，用他雄厚无比的真气把体内剑气给逼出来，否则神仙也救不了。旁门左道。不可能！怎么学得这么大的本事，竟连芒剑先生都能打败？他这个丧门星也是位列龙榜的大宗师，排名还比蒙剑还高。我说过，用剑指我，你还没资格。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楚老二，我不管你何方神圣，你很会打是吗？啊，很会打有个屁用啊！出来混是要讲势力、靠背景的。明州总督已经刚才发布通告，景云集团已经公开招标，拿不回景云集团，保不住楚天的家业，全在应莽夫而已。说得对，你就是再能打，也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莽夫，有什么用啊？是啊，你这么能打，当时金蛰大人要把景云集团充公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把他打一顿收回来？你是不敢呢，还是害怕承担后果？没错，你再能打，你也不是天下无敌，既打不过金蛰总督，也打不过那个异姓王。你们觉得我是迫于无奈才看着景云集团充公的？那不然呢？难不成说你还是故意的？楚天这半辈子心血都被你白白葬送了。他若是在天有灵，看到你这败家子行径，肯定被活活气死。比起呀被沈薇薇呀巧取豪夺呀，景云集团交给公家，楚雨啊，对你哥哥而言，这并不是什么好的结果。老身呐，为什么看不上你？还不是因为你复仇这么鲁莽，让人看不上。说到底啊，就是个废物。他能做到现在这样，已经是他的极限了。我不过是不想学这个畜生，用那些下作的手段去抢、去偷。虽然景云集团本就属于我们楚家，但是我想拿回来，我会用正规的手段、合理的方式方法把它拿回来。我看你不仅愚昧无知，是真的蠢到这几样啊！想完成你所说的那种操作，除非当地最高长官亲自参与，你怎么不说那金蛰总督跟你是一伙的呢？琅琊王现在就在明州，若是金蛰大人跟你一伙的话，可是顶着天大的压力呢。你是救过他的命呢，还是说你是他男人啊？沈薇薇，说话可得当心。我怎么了？我没有乱说呀。不是这小废物非得逞一时口舌之快，按照他的意思，我这么理解没有不对吧？那我要是说金蛰就是跟我一伙的呢？你他妈怎么不直接说自己是琅琊王了啊？有那么好笑吗？啊，宋少秋，你威风凛凛在这里装腔作势的样子，我觉得更好笑。子然，你好好听听，能说出这么丧心病狂的话，他脑子是正常的。你这个废物，人家不过是好心帮了你一次，你还想这辈子都赖上别人？楚废物，你还在继续做梦呀？等本少拿到景云集团，到时候死在你哥公司的大楼里，也算死得其所。景云集团现在是明州人人惦记的香饽饽，你一个兖州佬，凭什么志在必得？凭什么？啊？凭我宋家在兖州的分量，再联合安家。整个明州，谁有资格与我们角逐啊？我们安家才不会跟你联手。胡云呐，你是集团的大主人，但是今天这个事儿你可做不了主。奶奶你，我不同意。老婆子我还没有死，这安家呀还轮不到你独裁独断。你要是不好好的跟邱少合作，
把景云集团拿下来，这安家的总裁啊，我考虑是不是该换？家里的事情你可以做主，但是集团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插手。顾云，不准放肆！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楚云，因为你，我姐跟奶奶都闹成这样，你还敢跟医生不吭吗？楚雨，你要是还是个男人，你就有点担当，放过我们家慕云吧。老太君，要是我拿回景云集团，让慕云作为集团的董事长，别他妈扯淡了！我们宋安两家联手，你凭什么拿回景云集团？凭你的梦想。楚雨啊，你这不切实际的想法可是没有什么意义。你可以辞职不干，但绝对不能被人逼走。老太君，不妨我们打个赌。打赌？你一穷二白，有什么资格跟我打赌啊？我对打理集团没兴趣，本来我就是想拿回景云集团，交给你打理。你是安家的大小姐，也是我楚家的少奶奶，这并不矛盾，所以我就拿这件事打赌。楚家少奶奶，你们家的别墅就快交管理费了，先去把钱凑齐吧，不要都穷成狗了，还以为自己是当年的豪门呢。让你插嘴了吗？嘿，我想打赌是吧？行，本少跟你玩。如果你真的走狗屎运，拿回了景云集团，本少亲手帮你解决沈城两家。可如果你输了，我要你亲手把慕云送到我床上去。就你这个废物，也不跟我打赌。如果我拿不回景云集团总裁这个位置，你爱换谁换谁，反正你们都不认为我的错，所以这个赌对你们而言都是你们赢不是？国宾礼你是拿不到了。至于处置嘛，你和邱少的事我也懒得管。以后啊，就不要再纠缠我家慕云，有什么事也不要找我家慕云来帮忙集合。若是我侥幸赢了呢？你若拿回景云集团，并且扶持慕云坐上景云集团的新董事长，老身就为你们亲自主持婚礼，并绝口不谈换总裁的事。楚雨，你有信心拿到景云集团的管理权吗？安小姐就放宽心，楚家的景云集团谁也拿不走。那是我大哥一生的成就，以前姓楚，以后也只会姓楚。有齐先生帮忙，那胜算的确很大。那之后的招标会还有劳齐先生帮忙了。是，对。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滚开你！你要是再缠着我的话，小心你的小命。喂，宋少秋已经跟安家联手，可抛弃了我们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更应该抱团取暖。你怎么还能翻脸呢？自诩名门望族，大庭广众在那狗咬狗，脸都不要了。喂，什么时候轮得上你在这里叫唤？楚云，害死一的账没跟你算，等我们拿下锦衣集团，再收拾你。除了齐先生，在明州的民间势力，谁还和我们安家和宋家分庭抗礼？你是哪来的自信，觉得能拿下景云集团？阿慕云啊，你的眼界呢，也只有明州这1亩3分地了。在真正的大人物面前，安家、宋家，通通都不值得一提。我大侄女为沈家可是找了位北疆大将军当女婿。你说，北方前线的将军？没错，琅琊王手下爱将与金哲大将军齐名，双将，知道吗你？薇薇，强龙压迫地道球，外边的大人物再厉害，也不如我陈家根深蒂固。我们这么多年感情，闭嘴！我告诉你，你要乱说话，让我男人误会了，小心你的狗命。高将将军确实地位不凡，论军职比金哲还高半级。不过什么？哎，我说小废物，你既然知道我的男人这么厉害，你还不快跪下来求饶？兴许本小姐心情好，还能赏你个全尸。楚雨，之前你不过是有一个金哲上将军帮你个小小的忙，你的尾巴就翘到天上去。我们沈家现在可是有一个真真正正的大将军给撑腰，稍后那个小小的招标会，还不是任由我沈家来呼风唤雨？我倒不觉得，双将能看上沈薇薇这种下流的女人。我大侄女姿容美艳，是明州有名的大美人，双将军看上她有何不同？个狗杂碎，这集团兜兜转转，最终还是要回到我沈家的手里。到时候，你姓安的
还有宋少秋那个吃里扒外的狗杂碎，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都别讲好过。是吗？我好怕呀！老东西，刚才骂谁呢？少秋，告诉你别太嚣张。宋少秋，你想试试我的剑有多快吗？当初你们都求着做我的狗，要不是我，你们对付得过楚天吗？现在竟敢叫嚣着连本少一块收拾了，有那个实力吗？你们？宋少，沈薇薇说他傍上了边关大将霜降将军。扯什么犊子了？霜降将军何等人物，能看上他那种残花败柳？倒是你家那不争气的儿子，还把他当回事儿。说不定啊，是被宋少当成弃子之后，心智受损，得疯病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就笑吧，趁我男人还没有来，我告诉你，待会儿我让你们一个个的通通都笑不出。好，赶紧让你男人快点来，快点来啊！本少看看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拿着边关大将的名声出来招摇撞骗。该说不说，宋少，凭兖州宋家的势力，就算是霜降将军真的来了，也得对你客客气气的呀。那是，也就明州这个小地方啊，什么惊蛰、霜降还当回事儿。在我们这些真正的上等人眼里，除了神策上将琅琊王之外，都是个屁。闭上你的狗嘴，少在这放狗屁！哟，瞧瞧我这记性啊，光顾着收拾这些以前的狗了，忘了这还有一条。宋少秋，他是狂妄的没边儿了吧？梦云，你信不信？等会儿这霜降要来了，我不管他是真是假，先让他给我磕一个。那我要是不磕呢？就你这小子，自称霜降的，油头粉面的，跟个娘们似的。就这，还冒充边军将领啊！女人不要怀疑，哥哥就是你的盖世英雄。他们欺负你是吧？真的是，这应该是假的吧？看着像个姑娘。传闻霜降将军乃是龙榜第10，正好这有一个龙榜36的瞎子，这真是假？一架不就知道？对，既然他们怀疑你，你不如跟这个臭瞎子打一架，证明一下你自己。年轻人，我劝你考虑清楚，在我这把剑下逞强，会容易丢掉性命的。过来跪下学几声狗叫，本少可以不追究你，你也别觉得自己吃亏了。毕竟本少刚才也说过，就算真的霜降来了，见了本少也得伏耳低首。此人藐视边关将士，等于不把大夏龙旗放在眼里。若阁下真的是霜降，理应为边关出阵一起。好，老瞎子，出剑！用剑杀你，招人笑柄。狂妄！本来看你年纪大不想动，不好意思，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他让我揍你，我只能把你打得屁滚尿流。明霜诀，难道你真的是龙榜前10的霜降？老公，可真厉害，看到了吧？这就是你欺负我，活该你遭殃。现在我看谁还敢质疑我的男人不是霜降将军。随着王爷来明州的只有一位金泽大人，按理说，如果还有一位少将的话，或多或少应该会传出一点风声吧。你肯定不是想霜降将军，无非是跟他学了同一种功法。而且常年打仗的人，样貌肯定粗犷，哪有这么细皮嫩肉的样子？金哲将军漂亮，那也是因为她是女子。难道你也是女子吗？老公，你有没有什么那个令牌之类的？何须令牌？除了霜降，这天底下没有第二个人会凝霜诀。我看你们啊，还真是会挑人惹事。你既然是边关将领，为何擅离职守，深入中原腹地？对，还请霜降将军解释一下，这可是重责。你们是什么东西？有资格向霜降要解释？两位虽是琅琊王的爱将，但行事该讲规矩还是得规矩，太过狂悖，难免遭人腹诽。谁说我是擅离兵谏？将军，如果你方便的话，还是澄清一下，
免得有些人乱做文章。也不是什么不可说的。神色上将封王要穿蟒袍，宫里挑选的这一将让我护送过来，如此而已。郑少秋，你刚才口出狂言，你是死在就突然顶撞双将将军，这家伙狂妄之极，定要严惩。老板，你说是不是？锦云集团是明州最大的企业之一，要是落入了这种人手里，那可是明州最大的家。依我看，应该取消他参加招标会的资格，然后痛打50大板，以儆效尤。好，那就这么办。来人，拖他下去，杖责50。两位将军，刚才那些话并非由我所中啊。那个废物，他出言激我才这么说的。我激你什么了？你诱导我说出这些胡话，用心行啊你！对，这个畜生也不是什么好人。来人呐，把楚雨也给我抓下去！我看以后谁还敢跟沈家作对。慢着，金哲将军，不会到现在还想包庇这个小废物吧？大人，你已经帮过他一次，您是仁义。在场的人虽然不多，但是都听到了这个废物刚才顶撞将军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景哲大人，难道你不会为了这个废物不顾双将大将军的威名吧？一派胡言！两位将军，楚雨他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。我也不信楚先生会说这样的话，听起来很像被你们裹挟了。裹挟？金哲，证据确凿，你却还不信，你这分明是在指鹿为马。哎呀，老公，你快说句话嘛！双将将军，希望你不要当众以权压人。这里4周装着有声监控，我们随时可以取证。别担心，这事儿就当是我说的。安慕云，安慕云，你看看他自己都承认了，你还帮他狡辩些什么呀？问题是，就算我说过，金哲和双将对我俯首称臣，又不是吹牛。二位不妨给我个面子。楚先生，怎么给？你什么理思？安慕云摊上这样一个脑残，我真是可怜。闭嘴！金泽大人，你是知道的，他只是说的气话。从一进来我就跟他在身边，他没有说过那样的话。还替他狡辩，这个楚雨简直就是狗胆包天。两位将军，这小子比我还猖狂呀！哈，讨好50大板我没问题啊，他那个情况100板都少了吧？啊，废物，我是真佩服你啊，找死你是真厉害。来人呐，怎么还不动手？把这个废物给我抓进去，处以极刑，到死为止。二位将军是不打算给我这个面子？你这个废物，我看一会儿你怎么千刀万剐。好。哎，做做样子就好。怎么样？我是不是吹牛？需不需要被处以极刑？两位大人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难道这楚雨真有什么了不起的事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一定是你个小废物用了什么阴招。老公，你为什么要给这个小废物行礼啊？你是不是和金哲将军有什么把柄在他的手上？你快说嘛！沈女士，请自重。老公，你干嘛呀？私下叫人家一口一声小宝贝的，现在却叫人家沈女士，你是不是因为人多所以害羞啊？好女婿，以你的身份，根本用不着害羞。不是沈女士，咱们最多就是网友，真没那么熟。死废物，你到底用了什么要挟我老公？现在他连我都不认了。威胁他？你未免别太把自个儿当回事了。沈微微，你真是想多了。双将最喜欢在网上装男人口嗨，见女人就求网恋，叫谁都是宝贝，几句玩笑信了，就是你不对啦。不是的，他明明说他只有我一个小宝贝。不对，你说他装男人。网上的东西别什么都信。你居然真的是个女人！宋少秋，你笑什么笑？即便双将将军是个女人，也免不了你污蔑她的罪行。今日是我栽了，这事情不会这么轻易结束。养狗咬主，你们沈家，我吃定了。招标会即将开始，请有序入场。那你回去怎么跟奶奶交代？
别担心，你总裁的位置没人能够撼动。我说小废物，到现在还在痴心妄想。老太君之所以答应给你打赌，是为了顺势收掉安慕云的权利。你当真以为他把你当回事儿？教化，只要楚先生愿意，别说是景云集团，就是拿下你们沈家的产业，是探囊取物。我们拭目以待。这个小畜生怎么会如此左右逢源？光两位将军护着他都够蹊跷的，现在连齐仲坤这个老贼跟他是有。不过齐仲坤毕竟不是真正的商人，比资金不见得比我们强。时代在变，那种靠暴力发家的老古董早就该被淘汰了。更何况呢，我还有一张真正的。女儿，你居然还有一张，连我们都不知道。这是我最后的准备，到时候如果派上用场的话，你们自然就知道。好，精打细算，深藏不露。真的，你不愧是干大事的人呐。各位都很清楚，此次招标是半招半拍模式，不赘述，直接进入拍标环节。起拍价2亿，加价不低于5000万，价高者得，请举牌。我去，怎么这么贵？这景云集团的体量放在这儿，看来呀，这次我们是凑不上什么热闹喽。我来热个场，2亿5千万，3个亿。好的，现在价格来到了3个亿，看来大家的热情还是非常高涨的嘛。小畜生，怎么不叫价？你不是想替你大哥讨回公道吗？只怕是囊中羞涩吧。安慕云跟安家已经闹掰，软饭是吃不上。就他一个流浪6年的丧家犬，也配参与这种1亿起步的角逐？我不喜欢小打小闹，等你们咬得满嘴毛，我在最后一锤定音那一声。这鸭子嘴硬。主持人，我要求验资，因为他们可能连起拍价都不能。对，验资。是啊，可不是什么臭鱼烂虾都能混进咱们这种场合的。我准备了，你们有5个亿。你私房钱绝对不会攒这么多，哪来的？一群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瞧不起谁呢？比钱多是吧？来，10个亿。齐仲坤，这场局你是局外人，你把这趟浑水搅浑了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要是我们不出价，这10个亿你可得实实在在的出钱呐。你爱加不加？以为我齐某给不起钱是吧？来验资啊！七爷肯定是出得起10亿的，可这样一来，就把一心想要竞争的沈家给架到了下不来台的尴尬局面了。天哪，10个亿，这大人物的口气都能把人吹死。齐仲坤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一直惦记着景云集团。所以你以为这老狐狸真心在帮你？这就不劳你们操心。怎么，这没钱抬价了？区区10亿而已。傻子，被人骗了还不知道？锦衣集团那么大的香饽饽，没人会不动心的。你们少在这玩烂屁儿的离间计！我这10亿的叫价，你们说破天，我也不会撤回。姓齐的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也想要景云集团，你有本事摸着你的良心问问。我就请在座的诸位做个见证，我齐仲坤对着关二爷起誓，今日如果最后是我竞标成功，景云集团所有权，我愿意无偿赠给楚雨楚先生，如有违背，愿3刀6洞，穿肠肚烂。哎，你用不着发这么多誓，就要用气势镇住这帮傻婊子。像七爷这种江湖人，对着关二爷发誓，就等于把他亲爹亲妈都给压上了。齐仲坤，你齐仲坤，你他妈连50都没到，你是老糊涂了吗？这楚雨是你爹还是你祖宗？无能狂怒，没用你骂我，我出去再收拾你。现在你有钱就加价，没钱闭上你的臭嘴。10亿5千万，11亿，11亿5千万，怎么抠抠搜搜的？你能争就争，争不了做小孩那桌。15亿，我靠，这钱不是钱吗？这竞标没有技术，全是豪横。可惜呀，如果兖州宋家也进来，双方都是财大气粗，肯定会进行价格战争。沈家终究是小气了点啊。齐永坤，你跟我比谁的家底厚实吧？那我就奉陪到底。18亿，18个亿，这个价格已经超出了市场预估最高价，是否还有出价更高的？
季仲坤，你还跟得起吗？我劝你还是别讲了。你太和会虽然庞大，终归不是经商的地方，筹措资金的能力还是很有限。量力而行啊，不需要你跟他们较劲。楚先生，请放心，他们的话是不错，却也太小瞧我太和会的家底儿了。20亿。如果我没算错的话，刚才沈家的18亿应该是你们的极限了吧？不怕告诉你，这20亿也是我的极限。不过呢，安小姐手上还有5个亿，如果你们能出到25以上，那我是真没辙。不过可惜呀，你们沈家牛皮吹得响亮，这钱包也不是那么鼓啊。老匹夫，这集团充公之后本来就缩水很多，你还筹这么多钱，你他妈是不是有病？我乐意，你管得着吗？啊，沈薇薇，你再叫啊，继续叫啊！无脑母鸡，随便用一点套路就套出了你的本家，你只能出到25个。你知道我的极限又怎么样啊？差个1、2亿，兴许还能挤一挤，这7个亿的差距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沈家要是破釜沉舟，这7亿还可以凑出来，但是这结果很难收场。还有什么招数？说吧。30亿。闺女，不可以这样，我们上哪里弄这7亿去？安家那女人说的不错，锦衣集团虽有价值，也不是让家族资金崩盘，得不偿失啊。爸，伯父，我们只需要出20个亿就可以了，另外10个亿呢，有人替我们出。只要你跟我陈归于好，这10个亿我来出。败家子，死舔狗，陈家不会出1分钱的。再沾上这个女人，陈家将万劫不复。说真的，这份光你们陈家如果想沾，也沾不上。哦，我倒想看看，不指望这条舔狗，以你们沈家差到这的口碑，还有哪个冤大头愿意把这么多钱借给你们？这位可不是什么冤大头，而是连你齐仲坤都要仰望的人。林少，出来跟明州的土鳖们打个招呼吧。这谁啊？衍生了。我也没见过。蓝姑娘，你认识吗？我没有印象。我叫林文茶，云州皇族。皇族贵胄，那可是凤子龙孙啊！是啊，这泼天的大人物怎么来到咱明州了？就算惊蛰总督看见了，都要给他点烟。云州是南诏国旧都，你是南诏皇族。没错，没想到你这个废物还挺有见识的。林少的确是南诏皇族，我现在有林少做后盾，你们还要和我争吗？好，好，好，女儿，这普天之下，你能认识如此的大人物，为父甚幸。徐长坤，你想跟南诏皇室比比财力吗？啊，你们，哼！楚先生，现在已不是齐某能周旋的了。无妨，南方余孽而已。你敢说我南诏皇室是南方余孽？南诏早已归降我大夏，你还敢以皇族自居？不是余孽是什么？我看你是没被我大夏龙旗的铁旗踏过，不踏实。现如今全天下就只有一个皇族，那就是我大夏皇族。俯首称臣的降国，竟然敢自称皇族，这可是大不敬。更过分的是，他居然来明州装逼，难道他不知道琅琊王在明州吗？凤子龙孙，要不要我让折冲将军惊蛰给你点支烟呢？一剑破尽800重甲的惊蛰。楚雨，你少在这给我血口喷人！我告诉你，我们林少只是这么多年习惯了，一时改不过来口而已。南家已经归降5年，5年难道还不能改一个口？依我看，不是习惯难改，是难认命、难甘心啊！是吗？大夏龙旗不介意教教南诏彝族如何学会甘心？当年神策上将率领大夏龙旗向云州城开炮，距城6时，南诏皇帝老儿双手捧着降书，风尘仆仆而来，那话里真是痛快。怎么，你当时不在场吗？那时我在外游学，去年才回到故土。所以你是不懂琅琊王的神威，不顾大夏昭昭国威，心怀复国之志。不敢，
两位，实属误会啊！我来明州是奉父亲的命令，得知琅琊王要做王袍，特地送来云州的特产极品玛瑙，用作蟒袍点金镶坠。王袍制作由制造司统一出具材料。你送琅琊王这几颗石头搞特殊，是要拉帮结派，还是结党营私啊？楚羽，你个废物，少在这给我嚼舌根！楚羽说的没错，沈薇薇，你是法盲吧？在我大夏，亲王以上的朝服必须用圆满的规制，一针一线都不能私制。这种事往小了说叫逾矩，往大了说可以大破天。姓宁的，你是想害王爷被人攻劫，功高盖主，藐视皇权，意图谋逆。妈的，畜生！这琅琊王可是我们大夏人的恩人，这余孽若想复国，肯定首先把琅琊王拉下马。阴险狡诈，其罪当诛。惊蛰总督，把这人抓起来，当众车裂。不是这样的。我对琅琊王心生敬仰，视他为偶像啊。这个还真没看出来。以你的身份，假如真的如此崇拜，怎么会连琅琊王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啊？看来休战没几天，又要开战了。狼子野心，理应就地格杀。什么味儿？我靠，他吓尿了！就这，还他妈皇族贵重呢？不，金爵大人，这件事情我可以解释的。我父亲请示过圣上，圣上同意我才来送玛瑙的。我只是到的比较早，过几天圣上的相关手续就会达到明州的。南诏国虽然已成过去，但毕竟还是封了王，赐国姓，改姓为姜。对待这个人，两位将军还是不能草率啊。行吧，就给镇南王留个面子，姑且等2天。若是你敢说谎，本将军定当割了你。招标会继续吧，希望各位都循规蹈矩一些。恭送2位将军。林少，你没事吧？这都尿裤子了，能好哪儿去呀？这里面有20亿，全部还完，也别让这3个垃圾称心如意。我先离开，后面的仗来日方长。刚才30个亿，你们就撑不住了。现在38个亿，你们谁还敢跟我争？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毕竟是昔日的皇族，就算没了辉煌，那也是次姓的王啊。这随手的一张卡，就能拯救一个企业，我们是比不了的呀。我满打满算也就25亿，这差距这么大，怎么办呀？不能眼睁睁看着楚天大哥的产业落到他们的手里吧？我看呐，你们与其忧心怎么竞标，不如好好考虑考虑出去后怎么活。这次你们可是把狼王世子给惹毛了。该说不说，时运相济，天命在我沈家。身在穷途，尚且不知，安敢妄言天命？就是啊，有琅琊王坐镇明州，区区降国败犬，敢如何放肆？逞口舌之快没有用。主持人，该开始你的工作了。是否还有出价更高的？主持人，我要2次叫价。楚羽，我要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彻头彻尾的绝望。38亿。为了打击楚羽的信心，直接梭哈了。是啊，要是我早就放弃了。所幸这沈薇薇傍上了南王世子，豪横无比。但这再不是自己的钱，那也是真金白银的38个亿呀！小废物，你就叫吧，随便你怎么叫。叫价呀，废物！现在连齐凤坤都没死了，怎么样？懵了吧？楚羽，我知道你很难受，但已经没有办法。我的底气从来不是齐正坤。这张卡里就是我今天出的最高报价，我看谁能把景云集团的经营权拿走。你那张卡里能有几个钱？你还差我们13个亿，你知道13个亿是什么概念？就凭你
进厂打螺丝，把机器打冒烟了，你这一辈子也挣不到13个亿。这家伙怕是心态崩了吧？太难受了，这谁能不崩啊？得到企业帮助，本以为能看到希望了，结果却是这般惨败。楚雨，你别这样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如果我没有和安家闹掰的话，没准我还能多帮你一些。主持人，快宣布竞标结果吧，跟小丑玩没什么意思。废物，从一开始你就不应该跟我沈家斗。别哭着小脸，我们还没输呢。不妨先看看我这张卡里的余额吧。我他妈真看不下去，废物，你输不起啊！都到了这份上了，你还要降？你那个卡里但凡有超过1个亿，我叫你一声爹。就算你愿意叫爹，人家楚先生还未必愿意认你这个不成器的儿子呢。说者无意，主持人，你这能查余额吧？可以的。主持人，你还真陪这个小废物胡闹呢！我告诉你，你这卡里的余额要是没能让我满意，我去投诉你信不信？怕惊小，几个钱把你吓成这样？楚先生，这张卡余额就你这样还怎么当主持人？把舌头给我捋直了说话。这张卡里有600亿。多少？我之所以不报价，是因为我没有具体报价。无论今天在座的出多少钱，我都会比他高1个亿。沈家人，还有问题吗？沈小姐，你不用数了，我害怕出错，已经数了好几遍了，不含小数点，确实是10个0。楚雨，你到哪里抢的银行？你这个废物，怎么可能会有几百亿？我这有600亿。楚雨，你跟朋友借的，没想到派上用场了。谁能借你几百亿充面子？别蒙我。我是狼瑶。别说了，我相信你。等这个事情结束以后，我们去好好感谢你那个朋友。我无论如何都不相信他有这么厚的身家，就算楚云在世，也不可能有这么多钱。我严重怀疑这张卡的来历。对，楚雨，这张卡你到底从哪里偷的？不说的话，我们就报官。真是不见黄河不死心呐！请楚先生输入密码，完成竞标交易，是不是他的卡不就一目了然了？你倒是会出主意，他今天到死也不会说出来密码。慕云，去输入密码吧。我？你该不会觉得他运气好，就能瞎蒙蒙对吧？蒙不必。慕云，密码就是你阳历的生日，去吧。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！从今天起，锦云集团的运营管理权归楚雨楚先生所有。我这里有一份文件。慕云，锦云集团现在是你的了，拿着它回去堵住家人的嘴。我现在还像做梦一样。楚雨，你真的花了39亿，把大哥的集团拿下来了。以后还会有更多的惊喜。我不服，一定有黑幕。这个废物不可能有这么多钱，一定有暗箱操作。不可灰了！公然诋毁总督府，你很狂啊！来人，把姓沈的带下去，好好教教何为言行有度。楚雨，够！我有3兆王室成交，这事还没完，我迟早会让你身败名裂的。楚先生，有些细节需要沟通一下，这也不说。庄将，有些习惯你得改改。这沈薇薇居然知道你的身份，这种事儿下不为例啊！他自称是锦云集团的老总，我还以为是您的家人呢，没想到。镇南王世子林文昌求见。皇上，见吧。让他进来，咱们探探底细。反正我不信，堂堂南王世子，不远万里就送几颗破石头。今天的事情实在闹得很不愉快，不知2位将军可否守光，到灵光酒店一叙，让在下摆酒陪礼。世子，我们都是从战场上下来的粗人，这种繁文缛节就免了吧。不妨
开门见山。那在下就直说了，我想面见琅琊王，烦请金哲将军引荐。世子果然不是为了送几颗玛瑙呀。自从回到明州，琅琊王从未选过任何你这个败国种，居然想当那第一个觐见琅。见不到琅琊王也行，那烦请将军转交这份求婚函。求婚函？我父亲与琅琊王都是封王之人，送玛瑙本身不合礼数。为了让这份赠礼变得合情合理，我父亲希望琅琊王能将麾下的女将赐婚一个给我。你爷俩的算盘打得响，用几颗破石头就想骗我们的女将？那你是想娶哪位女将？琅琊王麾下已结妻女，一共24位女将军，各个青春绝色。原本呢，我们并不难，不过坏了，是冲我来的。有美人兮见之薄，一日不见。啊，好了好了，酸不拉几的，会不会说人话？在下斗胆，霜降将军可愿成为我智囊王世子妃啊？皇朝为藩镇赐婚，自古有之。你应该向陛下求婚，娶琅琊王麾下的女将，什么意思？你个贱民有什么资格问我？楚先生的疑问也是我想问的。将军应该知道的，若娶公主成为驸马，就要去京都生活，这样就与成为世子不一样。我看这根本的原因是你南诏之地缺乏像样的武将，立王妃是假，找个像样的女将军回你南诏之地训练军队是真的。放屁！你个刁民，竟敢如此污蔑我南诏，信不信我割你的舌头？你敢动他试试？霜降将军，您这是……琅琊王给不给你赐婚我不管，反正我肯定是不会嫁给你的。问就是有心上人。你说的心上人，难道是他？这还不够明显吗？知道他家门破败，庶民一个，拿什么跟我比？况且他跟安家的女儿好像不亲不属的吧？那怎么了？我要么不嫁，要嫁也只能是嫁给他。就算是给这个庶民做小，也比给你做王妃强。那金浙将军可愿做我南诏世子妃啊？你倒是够专一的呀！抱歉，本将军也定做庶民妾，当世子妃。两位将军，这玩笑可不好笑。谁跟你开玩笑？我跟你熟吗？世子，除去你这层身份，跟楚先生比，差距不是一般大呀。一派胡言，差距在哪儿？论外形，楚先生容貌俊朗，气质英伟，世子殿下则是猥琐些。人家至少不会穿着裤子跳一地。你骂人不揭短，你们太过分了！辛苦他，记住了，咱俩要接下来，奉陪到底。哎，人都走了，你们俩想在我身上赖到什么时候？再抱抱嘛。等你跟安慕云结婚，可就没机会了。师兄，刚刚说愿意给你做妾，是认真的。别闹。没闹，又没想做王妃。将军现在可是异姓王，那几房小妾合乎你知。师兄，你是不是嫌我们常年征战沙场，没有女人味？那都是偏见。王爷，还喜欢？哎呀，胡闹！静哲小师妹是我从小看到大的，忠厚纯良，不跟你学成什么样了？师兄，我也不是小孩子了，是长大了啊。幸好本王功力深厚，一指丹田，要不今天非栽在这两个小妮子手上。以后让荆轲还是少跟双脚来往。楚先生，兖州宋家的谋划已经查明。宋家在兖州4大世家末尾已经有混不下去的迹象，准备呢将主场转到经济相对差一点的明州。宁做鸡头，莫做凤尾的意思。差不多，还有碰运气的意思。毕竟琅琊王返乡明州以后啊，势必受到官方的重点照顾，往后几年呢，经济飞速发展，完全可以预见，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啊。况且啊，还有机会能攀附上异姓王，别说宋家了，好多人都蠢蠢欲动呢。安家却意识不到这点，先进宋家，把原本第一世家的位置，上赶着宋别人。安家那老太太呀，
您别怪我说话直，他是典型的妇人涨价，家破人亡。毕竟是慕云的奶奶，给些机会吧。恐怕给不了这个机会了。我刚收到消息，说安小姐带着接管景云集团的合同刚到家，就被那老东西给转进起来了。你这么大功，安家整不领情。哎呀，这个老太婆呀，是典型的重男轻女。安小姐当总裁这些年呢，比她身上有根刺还难受呢。所以呢，我听说她明天的庆功宴上打算呀，宣布让她宝贝大孙子接管景云集团，让她儿子接替慕云小姐的总裁之位。而且更过分的是，她还要强迫慕云小姐跟那个宋少秋订婚呢。安家这是逼善人动恶念。你是叫楚雨是吧？我不能进。今天酒店被人包场，主人公说过，认识字吧？楚雨狗，不得入内。你们是打工的，我不想动手，一次结，让开。你他妈装什么装？还想硬闯？我警告你，哥们儿也练过，别觉得自己很能打。兄弟们，打场来了，请出支援。感谢各位来宾，想必大家都知道，景云集团在充公之后，掌管权由我们安家在招标会上掌握。俗话说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难怪老太君今日如此容光焕发呀！有了景云集团，安家第一世家的位置更加不可撼动了。其实啊，除了景云集团之外，今天呢，安家还有2件喜事。2件喜事，我让你安家1件事都办不成。姓楚的，你还真是不要个脸，请你了吗？你就来。那门口写着楚雨和狗不得入内啊，怕是看不懂吧？谁跟你说喜事办不成？少秋，狮子殿下，你们的高手是时候该出场了。出来吧！我宋家的高手，跟我来的师傅也请露个脸吧。大门仙，我知道你有点功夫，但是看到没？这些人是专门为你准备的，你应该感到庆幸呀。看到了吧？这几位都是有名的宗师乃至大宗师。楚雨，你就算是再能打，也得在这看着，办完庆功宴。老太君是个明白人，知道自己说话出尔反尔，心虚了吧？老身我自不会降低身份，与你争口舌之力。诸位，这跳梁小丑不必理会，宴会继续。对了，奶奶，景云集团纳入安家之后，这个新任总裁是谁啊？来，现在就宣布，诸位，景云集团的新任总裁由我孙子安昭仁出任。另外，安家的长子安德庸将接替安慕云职位，接管安家家族企业的总裁。那就先恭喜2位了，这也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。祝2位在其位，将来大有所为。这呀，只是我们安家的第1件喜事。那么第2件喜事呢，就是我孙女安慕云和宋家长子宋少秋的订婚宴。把小姐带来。慕云，个老东西！慕云怎么虚弱成这样？放肆！没教养的东西，有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？楚家本来就是个暴发户，哪能用真豪门的涵养要求他们？狗急了狂吠而已，可以理解。楚雨，你别搞我，快走吧，安家没救了。少秋啊，过来。少秋啊，以后我这宝贝孙女儿可就要由你多多照顾了。老太君放心，我宋少秋啊，一定把安慕云像我的心头肉一样的对待她。姓楚的，你还真是胆大包天！这么多高手在这儿，你想造反吗？安家老太君虽然说好等宴会结束再收拾这小子，现在看来需要我们的人提前出手了呀。慕云，你这么想早死吗？慕云，这些畜生对你做了什么？他不听话，我就饿他几顿；中途想跑，我就给他打了镇静剂而已。东西我！混账东西，还想对老身我动手吗？世子殿下，宋少，我看今天这事儿想顺利解决是不可能了，还请2位速速下令拿下这个废物。动手，死活不论，废了他！切勿伤到慕云。
敢对楚先生下手的，格杀勿论。金阁总督，这是我们安家私人的庆功宴，你带这么多府军前来是什么意思？要执法也得抓这个扰乱我们宴会的闯入者。总督大人，你各种维护土语这废物，多少有点讲理不过去吧？我和我未婚妻都要举行订婚仪式了，他突然窜上来抢人，这难道不受法律保护？既然要说法律，本总督就来给你们做普法工作。根据大夏律，2品以上武者聚众活动要向官府进行报备登记。这里不下有10位宗师，更有1、2位是大宗师，凑在一起报备了吗？我是亲王世子，按律有资格带5名贴身侍卫，这犯法了吗？没错，不过就是质量高一点而已。倒是总督大人你，这太和会是什么势力，大家心知肚明。你跟祁仲坤同行，怕是太爱护你的羽翼了吧？跟老子在一起，怎么就不爱惜羽毛了？我祁仲坤是江湖人，但老子干的都是合法营生。你个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再敢阴阳怪气儿，全当老子抽你！匹夫！我是粗人，我承认。可俗话说，仗义每从土狗吠，负心多是读书人。你们一个个的自诩清高，怎么不干人事儿啊？老太君，你和楚先生的约定，知道的人也算不少。今日我来就是想问问，为何背信弃义？这是我的私事儿，好像不归官家管吧？这事是不归我管，不过哥说嘛，哥说也不会掉块肉，或者老太君自己也没脸说。周慕言，我跟你的心，听着他们慢慢聊。今天聊不通，谁都别想走。别看他不仁！你个狗仗人势的东西，休得猖狂！讲理就好好讲理，动粗你们还不够格。且不说暴力违抗总督府，朝廷1品将军是什么罪责？龙榜第9、第10联手，各位当真有信心一战吗？两位是否欺人太甚呐？谁他妈欺人太甚了？牵头打赌，一扭头就反悔，你们安家还要不要脸啊？景云集团是楚先生交给慕云小姐，给份合同签上你孙子的名字，就是你孙子的了。凤归呢，白纸黑字，合同上写着是周瑜。现在诸位有些不服，那又如何呀？你以为当时我为什么没让慕云签字，而是把合同故意带回来？难道是阴阳合同？那合同的确没什么用，你也不看看我印的盖章，章上写的什么字？来人了，把合同拿来。老夫败家，叔孙儿辈，何愁安家不亡？你这样的东西！老东西，给你写的批词可还喜欢？老太婆，楚先生钟情你的孙女张开口，老子不想忍着你。今天呢，齐某就说几句公道话。你说你呀，当了一辈子闲太太，屁事不懂，临了吐埋了脖子，又想来掺和家族企业，你有那个眼界，有那个能力吗？怎么着，安家鼎盛没有你的功劳，安家败亡就添你一枚，不然呢就没有存在感是吧？你家凭什么灭亡？秦做的那叫拨乱反正。安家这么大的家业，交给这么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吗？你滚一边去！老爷子在世的时候瞧不上你，你们安家的男丁，但凡有一个成器的，老爷子又怎么会重用一个隔代孙女？齐先生，大家都是体面人，你说话多少要讲究点风度啊！就你也算体面人，自己干了那事儿，自己心里没数吗？老而不死，是为贼，知道吗？该死了就自己去刨个坑，跳进去20桶的得了，别出来祸害后辈了，搞垮了安家，你就不怕死后下地狱，见到你老公变成鬼，他妈休了你！穷鬼，你，齐爷骂得好，痛快！别人都说我们流氓，看到你们一家子干的这些牛马事儿，我一个流氓都看不下去了。什么东西？既然你们如此不待见慕云，我就看看我这个家没有他会烂成啥样。我就看你们后悔。
狗屁清国贼！清场！无关人员，速速离场！哦，回来，回来！你们，你会不会觉得我今天做的太过火？我只是担心你现在的对手已经那么多了，而我却不能以安家大小姐的身份帮你，这样你的处境会更难过的。重病下猛药，不让他们真正感受到疼，他们根本不会拿你当人，就安心在我家住着，等他们认错态度够好再回去。你放心，我不是让你跟家人决裂，他们一定会来求你的，而且很快。可是那是他们打理不好家族企业，他们来求我也是发现了我的能力，这样的重视真的算是亲情吗？这楚雨，你娶我吧。啊，爷爷去世以后，我在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亲人了，所以我更加坚定的等你回来。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在乎我、爱护我，那个人一定会是你。我赌对了。沐月，你是认真的吗？不是一时冲动。楚雨，你娶我，做我的丈夫，做我的亲人，给我一个家，好不好？论长相，咱俩也不比他差，你的胸也不比他的小。这个媒体怎么就那么迷他？从今天起，安小姐就是王妃了，说话注意点。红蛇妖姬死后，她的秘术秘籍在我的手里，你说我俩要不要学一学？得不到将军的心，我也要得到将军的人。我就不信一个大家闺秀能比我还骚。姑奶奶，你可有点矜持吧？最近一系列的变故，景云集团几次易主，在客户之间已经产生了信任危机。将修建王府的事情交给景云集团，资金的事情对外宣称是总督府垫资。其实这点困难对王妃来说不算很大的挑战。我知道他的能力，但是没必要那么辛苦。自从宋少秋被你重伤之后，他的哥哥宋少东跟林文昌接触密切，而且最近明州地界多了一批陌生的高手，私下担心。宋少东，哼，他们宋家还真是争着抢着要做林文昌的棋子啊！这个林文昌，我以为他消停几天是开了窍了，终究还是要作死。直接传令大夏农旗，让暗杀部给他给做掉，再让咱们的农旗军大军压境，彻底让南诏成为历史。当初接受他们的投降，我就觉得很不过瘾。你真是唯恐天下不乱，和平来之不易，打仗苦的是老百姓。您打算怎么做？无需特意布局，将景云集团承办王府的事情传出去，将它散开，宋家自然会着急。我们宋家在眼中，那好歹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家族，没想到被楚雨那个臭小子居然搞得这么惨。世子，我们宋家跟您合作这么多年，您可一定要替我们报仇啊！怎么吧？楚雨那小子现在攀上了霜降跟惊蛰，跟他作对就是跟总督府作对。而且就在刚才呢，总督府传来消息，要把琅琊王府的建筑工程全部给景云集团。这楚雨何德何能，竟然能同时跟2位女将有染？这惊蛰和霜降，抛开这么卓越的身份不说，那也是数一数二的大美女呀！凭什么能看上那个臭小子？可他要不是跟惊蛰跟霜降有奸情的话，凭什么能获得如此多的人？只剩下一种解释了，除非他就是琅琊王。不可能，他要是琅琊王，那我就是当今的皇帝。我也不信，那个贱民不仅抢了你弟弟的女人，还获得了那2位铿锵玫瑰的情。我有办法对付他。世子，您的意思是？楚雨的软肋是安慕云，安慕云的软肋是烂泥扶不上墙的安家。不管怎么难缠的角色，只要找准软肋，一击入高，实在是高，不愧是世子呀！楚雨那个臭小子要是敢动我弟弟，就算他是琅琊王又如何？我也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。该吃饭啦。离饭点还早着呢，我们现在有时间做点别的事情。你这个人呀，怎么从结了婚以后变成一个没有吃过肉的狼一样？要收敛一点，这大白天的。安总现在矜持了，那昨晚吸我阳气的时候可没这么道貌岸然。别墅隔音好，我帮你嗓门大。谁嗓门大了？楚雨呢？楚雨，把我姐交出来。老太君，您喝茶。把楚雨叫出来，我们要带他走。知道你们在，赶紧出来吧！要是再不出来，我一把火把房子给你们烧了。我借你几个胆，你试试。以后都是亲人，不能这么讲话。
我看你是敬茶不吃，要吃苦茶。安慕云，你看这是个什么东西？跟咱奶奶一点老幼尊卑都没有。长者为尊，幼者才应该谦卑。个不孝女，你要倒反天罡吗？你是不是打算连我这个奶奶都不认了？慕云，自家人有什么事儿啊，心平气和的好好商量。说，你们找我什么事儿？如果是想要回锦云集团，就不用说了，那是楚家的产业，你们好意思要，我没脸给。哎，奶奶，他这是翅膀硬了，有了锦云集团，这六星不认了呀。慕云呐，景云集团我们可以不要，但是琅琊王府的项目，你必须要让我们安家来做。安老太，您确定？你叫我什么？安慕云，你这是阴阳怪气干嘛呢？哎呀，老太君，您消消气。慕云呐，一看就是跟你们有误会啊！妈，老太婆，我念你是慕云的奶奶，我对你百般无底线的忍让，我看你今日又是来找不自在。你个丧门星！今天祁中坤和荆泽总督都不在，你一个人有什么本事在老身面前嚷嚷？够了！你们是想自己走，还是想让我租客？你敢？这可是咱奶奶！死丫头，你想气死我是吧？你刚刚推人的时候，那金气神可望着呢，这一时半会儿恐怕还气不死。我不管，今天要不你就把琅琊王府的项目让出来，要不然呢就跟我走，和宋家联姻。你恐怕还不知道吧？我和楚雨已经领证了，在法律上算是正式的夫妻。有屁用！奶奶没同意，爸妈没同意，户口本都没拿，金哲总督用特权给你们办的证，那不算数。怎么，你们封建的家规难道还比国法大？不要跟我说那么多，2个要求，你今天至少给我答应一个，否则老身我呀，接着我就坐在这儿，我死也死在这儿，不走了。哼，你看着不到100多斤，耍赖也不会。你要是再这样的话，我只能叫人把你抬回安家。老天爷呀，强能不幸啊！怎么生养了这么一个六亲不认的不孝子孙呢？安老太，这就是你说的体面的优雅吗？算了，慕云，把项目转给他。什么？疯了？哎呀，安老太君，起来吧，我把合同转给你。合同我们准备了，但是别跟我扯什么猫腻。来，赵云，让他签。放心吧，说转给你，绝不耍花招。走。奶奶，这次这个账没问题。慕云呐，你都赶不上人家一个外人，我们养了你20年，养条狗啊都不养你。赵云，我们走。这么大的项目，你说给就给，他要是闹，你就让他闹呀。70多岁的人了，我看他有力气闹多久。慕云，不要着急，我能不急吗？你是不知道，锦云集团现在的情况很尴尬，这个是官方的项目，资金体量都很大，这样的话，锦云集团能很快的转到正轨上，这真的是用救火的水送给别人洗脚了。慕云，你看啊，这个项目听起来是不是很恐怖？那么大的资金，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，没有总督府的支持，他景云集团拿不下，这安家能拿得下？你是说总督府不会给他们垫资？不仅总督府不会垫资，就连银行放贷也不会放给他们。再说，就凭你爸和安朝云的能力，他们玩不转。那要是逼得他们走投无路了，被别人趁虚而入了怎么办呀？放心吧，不出1周，他们一定会回来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的求我们。老板，哎，我就纳了闷了，怎么哪儿都能遇到你们2个？怎么知道我跟我爸今天来办贷款，故意堵我们来了吧？堵你们，对我们有什么好处？当然是看我们把琅琊王府的项目做的是风生水起，你们想要回去？告诉你们啊，做梦！是谁都跟你们一样，我们只是过来签约拿贷款的。放心，我们不会做那些出尔反尔、丢人现眼的事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工程才到手3天，你安家的资金就跟不上了，也来这银行借贷款。我们安家资本何其雄厚，这不过就是一个大一点的项目啊！不夸我，就是我们只是觉得办贷款比较划算而已。这样的话，资金压力也小。这样我还挺担心你们的，其实。
最近呢，我听说各大银行把你们安家已经拉入了黑名单，不可能给你们放贷。那这么看，你们能不能贷下来这个贷款，也没什么影响啊。你从哪儿听的小道消息？在整个明州，哪家银行敢不给我们安家贷款？依我看呐，他怕是不懂第一世家的信誉是个什么概念。告诉你，今天这个贷款要是办不下来，人让脑袋给你拿下来当球踢。我就敢这么说。看到没有？这家银行的杜经理，人家可是老熟人了。哎，杜经理，这个杜经理是我爸多年的好友，他估计不会卡安家的贷款。别说是多年好友，就是他爸、他干爹，只要想保住这个饭碗，也不可能给你放贷。哎，工作求好称职务啊！好，好，好，杜经理，我们这次来啊，代表安氏集团办一笔10个亿的贷款。抱歉，我司暂时资金不到位，贷不了。杜经理，那2、3个亿也可以办不了啊。哎，你这么大家银行，2、3个亿的贷款你办不了，你逗我呢？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就凭你们安家的实力，这么点钱贷不下来？你是聋了吗？听不见人家说资金不到位，过几天才行吗？哦，这么回事啊？那我这笔已经审核通过的，那今天也拿不到了。你在想屁事？安氏集团都拿不到贷款，你这个元气大伤的锦云集团就能拿到吗？楚先生，您的贷款总行早上就交代过，我这就安排人向锦云集团汇款。哎，我还是高估你，安氏集团拿不到贷款是因为金额太大，你嘛办个几百万甚至是几十万的贷款还是轻轻松松的。莫云啊，你离开安家跟了这个废物就混到这个地步吗？几十万都要贷款，不会是连饭都吃不上了吧？姐弟着，你呢跟我张着嘴服个软，这几十万弟弟还是能给你的。你自己看清楚，我贷的到底是不是几十万？来来来，我看看你们大老远跑这一趟是办了多少钱。21亿，好了，我看一下。这不可能！你们锦云集团连续几波动荡，市场总值也不过30、10亿，怎么可能贷得了这么多钱？楚先生、安小姐，20亿贷款已经打入锦云集团的账户里，二位还有别的需要吗？妈的，姓杜的，你他妈耍我是吧？这锦云集团你才20亿，安家300亿，贷10亿，你他妈跟我说资金不够？姓安的，你留着脸呢！他妈不知道你们安家已经被所有银行拉黑了吗？放屁！安家如日中天，怎么可能被银行拉黑？说，你是不是收了他们俩什么好处？你不是说我是废物吗？我哪有那本事？安家有没有被拉黑？你们去别的银行试试不就知道了吗？何必在这儿围着人家杜经理？多谢你，不信啊！堂堂明州第一世家，居然贷不下来款！姓杜的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现在在给琅琊王盖王府，你们这家小破银行竟然敢卡我们的贷款，就是巧。他妈的，怎么就这么邪门？所有的银行都给我们拉黑了。银行贷款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不成，咱就找人合同融资，把修建王府的功劳让给别人嘛。宋大少，我可以帮你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宋大少，只要你能帮我们渡过难关，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。我与那个狗东西害得我弟弟少秋半生不死，我要把他剁碎了喂狗。按照设计图，王府的修建工作就算全程顺利，也要到年尾才能落成了。但现在一切并不顺利。王府什么时候完工不重要，施工只要不挡住大哥进下园的路就好。楚雨，跑来看施工，是不是后悔把工程让给安家那帮废物？多亏了你这废物，要不这泼天的造化也落不到我们身上。你还不知道吧？安家被所有的银行都拉黑了，找不到贷款，只能向宋家借了200多亿。现在还不上钱了，只能把这王府工程拿出来抵押。可他们死都想不到，宋家想要的可不仅仅是这个工程。婊子配狗，天长地久，这话倒是真是道理深刻呀。对了，你们不是被宋少秋当成弃子了吗？怎么又坐上他的走狗了？这整个明州，怕是也找不出来第3块这么贱的骨头。你也就再嘴硬几天，你废了宋少秋，得罪了宋家，就等着被人收尸吧。还劝惊蛰大人
趁早抽身。你和这废物这点见不得光的关系，一旦被扒出来捅到琅琊王那里，前途尽毁都算是好结果。小心身败名裂。不出所料，宋少东为了给宋少秋报仇，跟刘文昌勾搭在一起了。也只有刘文昌那个蠢货才会觉得我和霜降跟您有暧昧关系。这两个二货应该不纯粹是过来耀武扬威的，他们故意说宋家收拾完安家再来对付我，看来只是个人。给霜降打电话。暮云那边什么情况？安老太君亲自领着吴大家子过来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求王妃回家主持大局。按说好的，王妃答应了，现在正在回安家的路上。让你的人盯好他们，切记保护好我老婆。师兄，起风了。这局棋要收官了。无云呐，之前呢都是奶奶的不对，可是现在呀，只有你才能救我们安家于水火之中啊！姐，这杯酒当是我给你道歉了。女儿啊，这整个安家，确实你最有能力。爸以前呢，也有错，是太高估自己了。等，外孙女，你看看，这你爸爸和你弟弟都这么诚恳地向你道歉了，你也喝一杯，就当着原谅他们了啊！这个酒里不会有迷药什么的。女儿，你这话说，我们都是你的亲人，还能害你不成？好的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喝。喝。安慕云，好久不见呀！你是宋家大少爷宋少东？你那个小男朋友把我的弟弟少秋打得半身不遂，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？少秋没有办你的事，交给我来办。姐，咱们呢都是亲人，把你献给宋家，宋家就会放过你。你也是为了我们家做出巨大的贡献，没有骗你。没错，你呢确实有能力盘活安家，但让你踩在头上，那以后我们安家的男人背后让你戳脊梁骨耻笑吗？你们是不会得逞，楚雨太了解。楚雨，你该真的不会以为那个傻小子会来救你吧？我告诉你，他今天晚上也是离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。建明，你的女人在我手上，不想她失身丧命的话，一个人来城南废弃仓库。世子，周围都打听清楚了，他书中没有尾巴，车上也没有陪同者。建明，你倒真是痴情种啊！为了安慕云，明知道死局还敢一个人前来。可是，如果你真的那么爱他，为什么又跟霜降和金哲搞得不清不楚呢？我与金哲还有霜降的关系很简单，只是我们的关系你意想不到。扯淡可救不了你的命。实话告诉你，安慕云并不在这儿。今天晚上的局是专门为你设的，他只是其中一环。怎么样？就算金哲和霜降维护你，本世子依然能想个办法围杀你这个大宗师高手。在佩服本世子高明智慧的同时，你也该感到荣幸。毕竟，凭本世子的身份，没有必要那么煞费苦心的去围杀那么你是第一个。高明吗？你底裤都被我看穿了，还在那沾沾自喜。哼，果然如沈微微所说，你这个人有点本事，但最大的本事还是嘴硬啊！都到现在了，你还装腔作势，有什么意义吗？公子，救我呀！我们的计划全被首领占据了！世子，世子！
你与这个宋少东的智慧还真是卧龙凤雏啊！你就算再有脑子又有什么用？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你能翻起什么浪花？安慕云是被救了，应该是金哲他们去救的吧？那你又该怎么办？很简单。好，哼，你要是把金哲的妖剑借来，我还怕你能搞出什么风浪。就凭这么把剑谱上的没见过的玩意儿，地摊上买的手工艺品吧，还没开封呢吧？今日宗师众多，龙虎榜就有6位，群攻之下用什么剑？会是一死！别跟他废话了，赶紧动手，一会儿金哲跟霜降来了就麻烦了。萤火之光也敢与我皓月争锋？诸位，随我杀！你是前南诏国上将军，如今的云州大都督陆征。哼，还算你这个贱民有点见识。没错，他就是陆征。我承认我没想到你这么大，但你肯定也没想到我能跟我父亲把陆征要来。镇南王还真是心疼儿子，但是这个时候你回到明州，怕是有点不合规矩吧？只要把你杀了，就连夜赶回云州，谁能知道他出来过？幸好本世子提前做了这层保险，你再能打，还能打得过他呀？陆征，告诉这个贱民，你是龙榜第几？北国灭亡之前，他龙榜排行第6，现在是龙榜第1的大宗师。承蒙琅琊王看得起我这点花拳绣腿，不过阁下的剑气蓬勃锋利，摧枯拉朽，不该是籍籍无名之辈，在龙榜之上是第几？龙榜，看来当年我没有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。陆征，你睁大你的眼睛，仔细看看，我是谁？神策上将。时过境迁，王爷你已不是当初少年模样，路灯眼拙，一时没能认出。陆征，你脑子有泡吧？说什么胡话呢？世子，别走大了。这位就是当初赵襄南道的大夏军神，神策上将，也就是如今的琅琊王。他是琅琊王？不可能！你肯定是在逗我，你在逗我对不对？世子无知，冲撞王驾，敢请琅琊王恕罪，但请免他一死。南诏国也该换世子，这小子他的腿喜欢乱踢。楚云，你个贱民，你有什么资格换我世子的身份？得罪了世子殿下。此人双腿已废，不会再乱跑了。新楚人，贱民，我打死也不信你是琅琊王，早晚我。废世子一事，我想本王定会尊重你的建议。这不是建议，是选择。要么换世子，要么大夏龙旗的铁骑踏平云州。我觉得朝廷应该不会在乎一个镇南王吧。谨遵琅琊王王命。他们说刘文昌叫了很多高手对付你，你没事吧？惊蛰他们没跟你说过我的身份吧？你觉得多少的土鸡瓦狗能伤害到我？你真的是……是个屁！楚雨，我告诉你，你最好赶紧放我，否则我要你好看！你不叫唤，我都把你给忘了。霜降，这废物交给你处置。好，那我想把他给割了。随意。我们走了。庄大人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你不要过来，你不要过来，不要！楚雨那畜生，估计是从金泽那里得到的消息。
琅琊王要在初8举行国葬，当初提那么一嘴，他可真会把自己给吹。真是可惜了，昨晚世子爷和宋大少为他谋划了一场必死的局，这废物估计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连初8都走不过。楚雨，你怎么还没死？宋大少，少东，林吹，老儿子怎么了？他们把少秋打残了，还把我给淹了。什么？楚雨，你怎么敢的？你就这么不怕死吗？刘文昌派了那么多高手，我不是还活得好好的？我记得我的要求是让你们家族全员到齐，举足匹马带帅。看来是没把我的话听进去。还在装腔作势，今天可是琅琊王国葬的日子，把你死鬼大哥那骨灰抱过来，你知不知道你已经触犯国法了？边塞四王前来吊唁国葬，闲人回避，道路大开。这什么都没见过，送国葬，你还真是古往今来第一人，侥幸让你逃脱了杀敌。今天边关四王齐聚，可见琅琊王有多么重视葬礼。看你怎么走过了。请琅琊王着蟒袍送兄长。是在拍戏吗？金城大人，秋雨大人，他是琅琊王。不相信，我绝对不相信！你这个畜生，绝对不可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琅琊王！为我的女儿一一报仇！父亲，父亲！皇上，不是这样的找死，我们是被蒙骗的。求皇上，臣妾。穆远，现在已经是王妃了，可不能破进你的娘家呀！姐夫，小时候我们关系可好了，我是你跟屁虫呀。你们对我下药，安家却没有被问责，这已经是看到昔日的情分上了。以后好自为之吧。姐，不能这么绝情啊！国葬肃穆，再等国葬，是为作乱。我大哥入土事宜为重，先入下狱，其余分筹功过，等到了我大哥墓前再说。恭送琅琊王尊兄英灵入陵。恭送琅琊王尊兄英灵入陵。哥，我们走。家兄楚天一生与人为善，未能得善终，惨遭后死。每当想起，都令本王心痛不已。今日在其坟前，有些恩怨，应该不可清算。沈家，你们若安分守己，如今本该是王上亲族，奈何狼子野心，毒如蛇蝎。你们认不认罪？认罪，我们认罪。单人有头，债有主，谋害楚天先生，以及得罪琅琊王的救将，还请皇上不要迁怒整个沈家。我给过你们机会，只要你们全族披麻戴孝，在坟前忏悔。你们又来了几个人？穿的又是什么？真是鬼迷了心窍。杀了疼爱我的丈夫，搭上了整个沈家，明明差一点点就会成为皇亲贵胄了，为了一个小小的锦云集团，真是愚蠢至极，可笑至极。我也愿意自绝坟前，求皇上饶过臣妾。启禀皇上，我宋家的那2个不孝子孙，在明宗所行之事，我们一概不知呀。您把他阉了也好，把他杀了也罢，允宗宋家绝无怨言。另外，我宋家愿献出一半家产，此后半年，时刻由宋家嫡系之孙长跪楚天墓前，为其送长明灯。惊蛰，监督好他们，若是说说而已，敷衍了事，人头落地。是。哥，你在天之灵，
可以爱死。大哥，一路走好。楚天先生，一路走好。楚天先生，一路走好。